它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它是苏联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场战争，它堪称史上最强的游击战，它就是冬季战争。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20世纪30年代末期，面对德国国力的快速提升，苏联迫切地想要在苏德之间构筑一片战略缓冲地带，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企图，1939年8月，苏德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地将欧洲东部的国家一一瓜分，波兰、芬兰等国均被牵涉其中。1939年9月1号，德国闪击波兰，苏联也在德军占领华沙之后，不仅单方面解除了与波兰签订的里加合约，还东攻波兰，占领了大片波兰领土。随后，芬兰政府受邀赴苏谈判，令人没想到的是，苏联竟然把领土交换的要求也放到了谈判桌上。愤怒的芬兰政府当即拒绝了苏联，苏联见谈判不成，便自导自演了曼尼拉事件，借此对芬兰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在被芬兰政府拒绝之后，苏联以此为借口向芬兰发动全面进攻，苏芬战争正式爆发。1939年11月30号清晨，芬兰领空突然闯入大量苏联轰炸机，对芬兰全境进行无差别轰炸。在轰炸的同时，无数支苏联部队在上千辆坦克的掩护下进入到芬兰境内，并扬言在3天之内占领芬兰。而当时芬兰面对苏联的大举进攻，人口虽然仅有300多万，但经过动员之后，有将近1/8的人口愿意参加战斗。1939年的冬季可以说是欧洲近100年以来气温最低的一次，却对苏芬战争的结果产生了关键影响。在冬季战争中，虽然芬兰军队缺少重火力和大军团作战的经验，但是芬兰却有着一支独特的滑雪部队。这些滑雪战士不仅个个都是神枪手，而且滑雪技术一流，作战思维敏捷。他们穿着特有的雪地吉利服，在人迹罕至的森林中和结冰的湖泊边，神出鬼没地对苏军进行着游击作战。这些丛林经验丰富、团结性强、身体素质优越的芬兰士兵，在充分利用了芬兰冬季密林的基础上，以山地小股作战和各个击破的战术，创造了堪称世界上最高超的游击战。由于芬兰军队对于地形的充分利用，使得其可以快速穿插至苏军后方和侧翼，将进入山区丛林的苏军大部队不断分割、包围、围歼，将一向以大兵团自恃的苏军打的是晕头转向。在芬兰冬季的漫长黑夜中，不同于芬兰人在雪地中从容不迫的休息与战斗，苏军的后勤能力可以说是十分低下。大部分苏军士兵因为没有可以御寒的衣物和温暖的食物，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直至冻僵。因冻伤和饥饿等所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占了苏军伤亡的很大一部分。在战争前期仅仅2周的战斗中，2支苏军师级部队就被全歼，芬兰仅以损失近1000人的代价消灭了近3万名苏军。在缴获包括坦克、大炮在内的大批武器弹药的同时，也创下了1:30的惊人战损比，堪称白雪中的奇迹。此时异常愤怒的斯大林立刻命令苏军准备开始第2波攻势，大批部队也从苏联进入到芬兰境内。待准备完成后，苏军随即以大规模重兵集团向离列宁格勒只有30多公里的芬兰人仿照法国马奇诺防线构筑的曼海姆防线发起全面进攻。但令苏联人没有想到的是，芬兰人这个山寨版的马奇诺防线却给苏军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负责进攻的苏军第7集团军虽然对该防线进行了猛烈的轰击，但是由于苏军大炮口径较小，炮兵水平不高，加上芬兰工事坚固，苏军的火炮命中率很低，导致在炮击结束后竟没有摧毁一座芬军的永备工事。1940年2月1号，20余个苏联师开始向曼海姆防线所处的卡累利阿发动大规模进攻。苏军先是集中了400多门火炮，对仅有2400米宽的狭窄进攻线猛烈轰击。随后苏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发起数次集团式冲锋，但均被芬军击退。而苏军在被芬军大量杀伤的同时，也在消耗着芬军的弹药。战斗一直持续到了2月11号，此时的苏军已经精疲力尽，而芬军虽然依然坚守在长达数十里的坚固永备工事里，但也到了崩溃的边缘。2月15号，苏军的快速装甲部队终于突破坚固的曼海姆防线。
2月16号，分军在苏军轰炸机的猛烈轰炸中，成功后撤至第2防御地带，并在此地再次进行了出色的防御战。虽然不如第1道防线那么坚固，但是分军的第2次防御战也已经打掉了苏军的锐气，很多部队的士气持续低下，导致苏军在此地鏖战2周也未进一步，战事直到3月才有所突破。苏军第13集团军利用坦克部队击溃了由平民组成的芬兰第23师，而此时的芬兰防线已经是门户大开。3月8号，已经无法阻挡苏军的芬兰政府只得与莫斯科谈判，并且接受了苏联近乎无理的停战条件。3月12号，苏芬代表在莫斯科正式签订合约，冬季战争以苏联的胜利宣告结束。冬季战争，苏联共参战120万人，死伤37万余人；芬兰共参战20万人，死伤10万余人。在这场战争中，芬兰从1939年10月下旬一直到战争前夕，不仅陆军仅扩充了只有近13万人，与苏联的庞大兵力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且在重型武器方面，就算是掏空家底的芬兰，也无法和苏联的庞大5倍相比较。但是芬兰就是仅靠着这点兵力和装备，和苏军鏖战了3个半月，其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在芬兰的战略布局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寄希望于集结大量兵力的曼海姆防线和用少数兵力进行游击和机动作战，来最大程度地牵制苏军的进攻速度，借此争取时间，获得英法的帮助，以此力争在有利的条件下与苏联议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如果英法真的及时支援芬兰并对苏作战，这场战役最后鹿死谁手，可能真的说不清楚。可惜此时的英法两国面对德国早已是自顾不暇，瑞典和挪威又害怕苏联而保持中立。尽管如此，在冬季战争中，芬兰军队无畏牺牲、英勇作战的精神不仅令人称赞，其在冬季战争的不俗战果也值得后人深究。芬兰流传已久的倒下一个芬兰士兵要换取10个苏联士兵的生命这句话，可以说是真的实现了。而苏联虽然付出了不小的损失，但是还是依靠着强大的实力争取了战争的最终胜利，完成了最初的战略企图。不仅夺取了4万平方公里的芬兰土地，还借此加强了北方重镇列宁格勒的安全形势。而冬季战争带来的损失，也让苏联得以发现军队中所存在的隐患。苏军开始将有能力的军官重新启用，许多在这次战争中有过优异表现的军官也得到了升迁。不仅加强了苏联军队的现代化，也对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不足进行了针对性的弥补和提升，可以说间接影响了苏德战争的结果。但是苏联即使有着再多的收获，也无法改变苏芬战争的性质，且把一场拥有着绝对优势的战争以这种结果收场。苏芬战争称得上是苏联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场战争。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